All aboard! Hello， 大家好呀，这里是火山社，我是小史，欢迎收看我们新的一期火山鬼话。哎呀，说实话啊，就是现在的火山鬼话越来越难做了，因为好的故事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收集，很多情况是要看缘分的了。所以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那么有耐心的一路的支持啊。那么我们话不多说，今天就像过去一样，也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这个故事啊，有那么一点罗生门的味道，而这个故事的名字啊，叫做《嫉妒的山神》。我是一个登山爱好者，或者说啊，过去是一个登山爱好者。登山呢，在我的印象里啊，非常的纯粹，不必用太多的词汇去描述。挑战和征服就是最核心的价值。当你站在群山之峰呢，你会觉得自己啊，几乎比肩神明。我有一个固定的登山伙伴，更准确的说呢，是师傅，他的名字啊，叫做老丁。他是一个强壮又沧桑的中年男人，很有个性，也很有本事，在登山这个圈子里啊，也小有名气。老丁呢，大我不少岁数，但是啊，我们相处的十分融洽。可以说是忘年之交，是他教会了我如何与大自然博弈。在我心里呢，他更像是一个可靠的伙伴和朋友。然而，关于老丁的身上，一直有一件事让我觉得特别的奇怪。这些年来啊，他左手的无名指上一直戴着一枚戒指，那枚戒指啊，对他来说有点紧，几乎啊都微微的嵌在了肉里。可我却从来没有见他摘下来过。很多人一定觉得一个中年老男人戴着一枚戒指有什么好稀奇的？那是因为啊，我们相识多年。据我所知呢，他在生活上一直是独来独往，他几乎从未有过伴侣，也从未结过婚。那个年代没有现在那么浪漫，那个年纪的男人啊，都普遍比较务实，所以这种情况就更加的难以琢磨。然而作为伙伴，就算再熟悉啊，很多话题呢都有着无形的边界，尤其啊是在男人之间。所以关于这点，我从来没有过问。那是一年深秋啊，我们前往了一座不知名的山峰。夜晚呢，我们路过了一个废弃的村庄，就找了一个无人居住的老宅扎营。没过多久呢，山里的太阳就像逃犯一样，一溜烟的就跑没了影。幸好呢，我们早早的点起了篝火。很快，我们就如同往常一样，简单的做了些吃食啊，就拿出了酒。每次出发前呢，我们都会问山脚下的村民买一些，尤其啊是他们自己酿的那种，辛辣无比啊。可也确实是解乏的神器。两个男人呢，就这样你一杯我一杯，很快啊就酒过了3巡，话也渐渐的多了起来。这种唠嗑呢，也几乎是我们每次出来徒步啊不可缺少的仪式感。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老丁和我说，我们现在驻扎的这个废弃的山村，他曾经来过，当然是很多年前了。那个时候啊，这里还住着很多的人家，是一个标准的山沟里的村子。我继续追问他还有什么别的有趣的事情吗？他跟我说啊，很多年前他是和一个姑娘一起来的这里。我望了一眼他手上的戒指啊，灵机一动，我随即问道，那个姑娘呢？怎么从来都没有听你提起过？谁成想老丁是这样回复我的，他死了。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以为是自己酒喝多听错了，就连忙追问怎么回事。老丁啊喝了一口酒，表情瞬间变得落寞又复杂。他开口说道，听过去的村民说起啊，这个山里有一个传说，传说这片山上有一个山神，这个山神什么来历啊？他们并不清楚，是不是能保证他们风调雨顺呢？他们也不好说。但是有一点啊，这个山神非常的小气，他不喜欢那些好看和鲜艳的事物，所以当地村民的衣着打扮都非常的朴素，尤其是那些要进山打猎的猎人和采药的农户。因为当地传说啊，如果你打扮得太好看进山，就会被山神老爷所妒忌，一旦这个山神不高兴了，他就要害人性命。我觉得莫名其妙，当时我完全没有联想到这个故事和老丁以及那个姑娘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联系。老丁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那是很多年前了。他年少成名啊，在登山圈里啊已经小有名气。每年呢，有很多的人和公司啊会请他来当向导，并且组织一些冒险的活动。他和那个姑娘认识的起因啊也是如此。不过那次登山啊，只有他和那个姑娘2个人。老丁本来是打算拒绝的，但他看到那个姑娘之后啊，就走不动道了，因为啊，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大姑娘。老丁呢，心中暗自窃喜，他幻想着是不是有可能借着近水楼台啊，发展发展。不过呢，很快他就感到后悔了，因为这个姑娘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这个姑娘虽然生得好看，但是她的脾气秉性也可以说是相当的暴烈。对于老丁啊，在确定了雇佣关系之后，这个姑娘的态度啊，就一下子变得不那么客气，言行举止之间啊，就透露出一种把老丁啊当成佣人的感觉。根据老丁后续对于她的描述啊，可以感受到老丁的幻想完全破灭。更让人崩溃的是啊，他并不是一个登山爱好者，甚至啊都没有合适的登山装备，唯一的一双
双登山鞋，还是一双不防水的跑鞋。老丁呢本来想拒绝，但奈何那个时候他太年轻，也需要钱，想着路线不是很难，就硬着头皮上。很快老丁一个人的背包里塞着2个人的装备，就这样进山了。他们没过多久就到了我们现在扎营的这个村子。当时的村子里住着很多户人家，可以很方便的投宿。要知道山里的房子整得再干净，终究比不上城里。这个娇生惯养的姑娘就开始当着主人的面抱怨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弄得老丁可以说是相当的尴尬。很快时间就来到了第2天。第2天的行程呢其实并不复杂，然后当地也由于海拔不高，气候凉爽。那个姑娘呢换上了一身红色的连衣裙。虽然老丁特别烦这个女孩子脾气，但不得不说这一身打扮好看极了。虽然不适合登山，但是这个姑娘的目的就是想要在山顶拍摄一些好看的照片，而这也是老丁的工作之一，所以他自然不会多说什么。就在他们打算离开村庄之时他们被村里的一个老太太给拦了下来。这个老太太看到这个姑娘的打扮之后神情突然变得特别的严肃，随即就语重心长的跟我们说起了刚才关于当地山神的故事。说实话，听完这些老丁并没有放在心上，只想快点离开这个村庄。谁成想呢，这个姑娘不领情就算了，还对着这个村民破口大骂，说他们是什么封建迷信、反革命什么什么的。那个年代被扣上这种帽子其实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侮辱。山里人哪受得了这种气随即就和这个姑娘吵了起来。慢慢的争吵就发展成了谩骂，周围的人也越聚越多。老丁意识到不好，赶紧拉着她离开了村庄。他心想，这个姑娘估计怎么样都不会想到，惹毛了这帮村民他们的下场会有多么的难以预料。一路无话，继续赶路。这个姑娘呢，似乎怒气未消，还把矛头指向了老丁。不是呢对老丁的照片挑三拣四就是在那抱怨老丁对她照顾不周，还扬言要扣她工钱。这个老丁也是个暴脾气，一怒之下呢，干脆是把一路拍摄的照片全部格式化。非但如此还骂她公主病，不伺候了，让她爱找谁找谁。这个姑娘呢，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老丁会这样反击她，顿时傻了眼，一边哭一边闹。老丁呢也是个硬茬，根本不吃她这套。他随即拿出香烟，坐在一旁开始摆烂，不再理会这个姑娘。姑娘见老丁不理她，一气之下竟然赌气跑开了。老丁本以为她不敢走远，一开始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可是他错了。一根烟的功夫老丁才冷静了下来，回过头来竟发现这个姑娘竟然真的跑没影了。老丁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好，动身前往寻找。可往往祸不单行，山里的天气阴晴不定，天空中呢竟然下起了不小的雨。那个姑娘赌气走的时候没有带走任何的装备，所有的东西都在老丁的背包里。老丁赶紧一边吹着哨子，一边喊她的名字，希望找到她，可是毫无线索。望着山里的风雨越来越大，老丁意识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便赶紧退回了山下的村庄寻求帮助。很快一个简易的搜索队伍便开始了漫山遍野的调查，连狗都带上了，却依然一无所获。终于在第2天的清晨传来了消息，这个姑娘被找到了。可是这个消息却也是个噩耗，她死在了一个脏兮兮的山坡上。不但如此她的死相还特别的怪异。这个姑娘被发现的时候她的红色连衣裙不见，白花花的跪在一个山坡上，倚靠着一棵树，眼睛微睁，他的脸上还带着微笑。那些村民们像乌鸦一样围在他的身旁，七嘴八舌。他们说都怪这个姑娘不听劝，被山神妒忌了，才索走了她的性命。故事结束了，我没有再说话。其实这个山神索命的故事本身没有让我感到害怕。稍有些户外常识的人都知道，那个姑娘是死于低体温症。她脱掉了自己的衣服和面带诡异的微笑，都是最好的证据。至于那个姑娘的红裙子为什么不见了，我猜想大概率是被狐狸叼走了吧，因为这毕竟是他们最喜欢干的事情之一。而让我感到诧异的是老丁真的遇到了山难，而且还是他一手造成的。虽然说呢人非圣贤但我还是对眼前的这个男人产生了一丝畏惧。然而我也很快的劝说了自己，一个男人的酒后胡诌还是不要太放在心上。其实我完全应该把这个故事当成笑话去听的，因为谁也不知道这是真是假。漫漫长夜我很快进入了梦乡。那天夜里我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正在爬山，身边竟是一位素未谋面的姑娘，但是那个姑娘好生的漂亮。怎么说呢，她的长相有着江南水乡女子的韵味，而谈吐之间呢又透露出北方女孩的落落大方。我们眼前的山路很奇怪，
感觉啊根本没有尽头。但是我们呢，却没有一丝疲惫地走在这陡峭的山路上。天公作美啊，温暖宜人。我和这个美丽的姑娘呢，天南海北的聊着，完全不会感觉无聊。路上她时不时的会叫我的小名，就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很久一样。可是啊，我却不记得我认识她，我甚至啊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尽管如此啊，和她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感觉自己啊无限接近幸福一样。终于呢，心里面的悸动啊到达了顶点，我冲动地握住了她的左手，说了我当时能想到的所有的情话，希望能够得到她，拥有她。那个姑娘还是那样从容地笑着，她缓缓地抽出手，动作看着十分轻柔，但她的力量却大得不可思议。我的手就这样轻易地被她挣脱了。她抬起左手，左手上的无名指戴着一枚戒指，那是一枚婚戒。她笑着说道我已经是别人的人了。那一刻我的心情可以说是无比的羞愧。天上的云呢，在眨眼间就落下了雨水，可这个雨好像只能淋到她的身上，没过多久了，就打湿了她美丽的头发，而我却毫无感觉。我们继续走着，但是路越来越陡，这条山路难走到几乎要抓住身边的树木和藤蔓才能勉强的稳住身形，不然下一秒就好像要掉下山去。突然间，那个姑娘的一声倒在了地上。我回头望去发现她的脚崴了，伤得非常的严重，整个脚踝几乎扭曲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我来不及思考眼前这莫名其妙的一切，只是下意识伸出手去抓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冷，雨水打湿了她的皮肤，我用力一拉，没有拉住，滑了开来。结果手上却传来一股异物感，我仔细一看，竟是她的婚戒。我望着这枚婚戒，心里渐渐涌起一股非常奇怪的情绪，山一样沉重的妒忌心在我心底蔓延，慢慢转变成了愤怒。我心想，为什么这么美好的女人不能是我的？如果我得不到，我也不想留给别人。于是我握紧了这枚戒指，望向了那个女孩。那个女孩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她的表情就好像知道我的心里在想什么，接下来想要做什么。她的眼神仿佛能洞穿人心，让我感到十分的害怕。我转身就跑，独自留下这个重伤的女孩在寒冷的山中等死。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我的背后没有传来哭喊声和求救声，甚至连责骂声都没有。越是这样，我越不安。我狠不下心回头望去，我望见我离那个女孩已经很远，可我似乎还能望见她的表情。她就跪在一个脏兮兮的山坡上，倚靠着一棵树，眼里全是冰冷，面无表情，一言不发。我害怕极了，我知道自己已经回不了头了，于是我就越跑越远，越跑越远。每跑一步内心的愧疚感就要强上好几分。梦里的情感似乎比真实世界来的还要真实和沉重的多。终于，我从梦里惊醒，我意识到自己只是在做梦。我拼了命的安慰自己那个只是梦，我没有害死他，也没有丢下他等死。回过神来，我才发现天已经亮了，茅草屋外下着大雨。老丁已经醒了，跑过来问我怎么了。我没有说话，只是下意识地望向老丁手上那个不相称的戒指，鬼使神差地问道：老丁，你手上那个戒指是哪儿来的？是那个你说的姑娘给你的吗？老丁当时顿了一下，之后便笑了笑说道：你睡傻了吧？你在胡说什么呢？这个是我女朋友送我的，你不认识。我只是哈哈地傻笑了一下，然后再也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再之后呢，就没什么特别的了，登山回家。只是这次登山之后，我和老丁再也没有联系过了。好啦，那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了。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基督的山神这个故事呢，感觉还满不满意，或者有没有些什么自己的看法？欢迎底下评论、私信、弹幕都可以。当然，最重要的是，请一定记得一键3连，因为这对火山社非常的重要。大家也知道，现在《火山鬼话》这档节目真的变得越来越难做了。为了收集好的故事，背后要花费很多的心思去搜集调查，包括很多故事它不太适合直接这么讲出来，所以我们的故事也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有些很隐晦的东西，大家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去理解。当然归根结底这就是一个娱乐的东西，还是要老生常谈一下。火山鬼话呢，只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和闲暇之余呢，有一些有趣的东西，所以请大家切勿当真。好了，那今天这期就是这样。如果你有任何好的故事或者身边的朋友任何好的故事，欢迎投稿也许你的故事呢就能成为下一期的火山鬼话啦。那今天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咻。